你好，欢迎收听 The Language Ear Comprehensible Input for Learners 的这一集。今天我们来深入聊聊你给的这些关于中国长城的资料哈。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就是长城嘛，秦始皇建的，对吧？是，这意上很深。但你看这些材料里面有个挺颠覆的一个点。它的起源可能早得多，早好几百年呢。所以咱们这次呢，就是帮你从这些信息里挖出那些最核心、最让你觉得原来是这样的东西，好吧？我们就接开始。好啊，确实这些材料看下来，长城给人的感觉远不是一道简单的墙那么回事儿，它更像是一个，怎么说呢？一个系统，跨越了2000多年，一直在变，一直在发展。我们就一起看看不同时候的人是怎么建它的，怎么用它的，还有就是它为什么这么重要。对，首先第一个得明确的就是，长城不是秦始皇啪一下变出来的。你给的资料里写了，最早的长城，像那个齐长城，能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，春秋那时候。比秦统一早300多年呢。是啊，而且它也不是一条，就是说从东到西连着不断的线，它是不同朝代修了好多段墙、堡垒啊，再加上一些天然的山险什么的拼起来的，总长度超过21000公里。你想想这工程量。确实，这里面有意思的就是看它怎么一步步发展。最早可能是诸侯国之间互相防着画着界，后来秦统一了，才把它整合起来，为整个大帝国服务。而且不同朝代修的目的也不完全一样，对吧？像汉朝那会儿往西边修那么长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材料里也提了，要保护那个丝绸之路。对，保障商路安全。然后这个建造技术也是一直在变的，最早就是那种夯土，是吧？一层层把土砸结实了。最基本的方法。你分享的资料里还提到，汉代在沙漠里修墙还挺有智慧，用芦苇、红柳枝什么的跟沙石混在一起。不过，真正让人觉得哇一下的技术突破，好像是明朝吧？没错，明代大概是14到17世纪那段时间，长城建造技术可以说是，到了一个高峰。这些材料里描述的挺细的，他们开始大规模烧砖，那个砖头据说比咱们现在用的大4倍。4倍大，哇！还用了切割的很整齐的石块。但最关键的一个创新，你材料里重点标了，叫糯米砂浆。资料说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有机和无机材料复合的砂浆了。糯米砂浆，等一下，用糯米吃的那个糯米，这听着跟做饭似的。哈哈，听起来是有点怪，但原理是这样：把熟石灰跟熬好的糯米汤混在一起。糯米里面有种叫支链淀粉的东西，它能让砂浆变得特别牢固，粘性超强，而且还防水，抗震性能也好，甚至说还有一点自我修复能力。所以你看咱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明长城段落，风吹雨打几百年了，还那么坚固，这个糯米胶水功劳不小。真是古人的智慧，那修了这么厉害的墙，肯定不光是为了挡人吧？你给的材料里好像也提到了其他作用。对，这就带出另一个重要问题了，就是长城到底是怎么运作的？它不光是一个物理障碍，还是一个管理和通信的网络。比如那个烽火台系统很有名，通过烧不同的东西，材料里还提到像狼粪，因为它烧起来烟直，看得清楚，用烟火信号来传军情。哇，用狼粪？据说是这样。这样的话，几个小时，边境的信息就能传到京城。你想想，在古代，这就是信息高速公路了。太快了，而且还有经济作用。像山海关那样的地方，资料里说它不光是军事要塞，还是重要的贸易点和收税的关卡。控制着中原和外面，比如东边那边的贸易。对，还有汉代的长城保护丝绸之路，这不就是直接促进经济吗？是的，它是一个整合的系统。而且现在科技发展了，还在帮我们发现长城的新秘密。资料提到用什么卫星啊、探地雷达、GPR， 就像给地底下拍片似的。还有激光雷达、黎达尔用激光扫。对，用这些技术又找到了好多超过19公里以前都不知道的长城段落。
甚至还能分出了每段是哪个朝代修的。但这些新发现其实也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保护的挑战有多大。材料里有个数字挺让揪心的，就是说明长城大概有22%都消失了，保存比较好的不到1/10。这么少，那主要威胁是啥？自然的，像风沙侵蚀，特别是西北那边，甘肃段特别严重。还有就是人为的破坏，比如有人拆装回家盖房子，或者修复的时候方法不对，反而造成破坏。可的是叫最小干预，就是说重点是加固它，让它稳定下来，而不是非要把它修得跟新的一样。而且修复用的材料也得跟原来的材料性能尽量接近兼容，说不定那个古老的糯米砂浆在现代保护里也能找到新用途呢。同时，像无人机啊、3维扫描建模这些新技术用的也越来越多了，能帮我们更准确地了解情况，做保护方案，特别是一些人很难上去的险要地段。好了，今天聊下来，这个长城的信息量真是挺大的。从它比我们想的要古老得多，也不是一条完整的线，到那个神奇的糯米砂浆，再到它不只是防御，还有通信、经济功能，以及现在的保护问题。感觉，长城真像一个活着、不断变化的东西。确实是这样。这些材料展现给我们的长城是一个不断适应环境、服务于不同时代需求的一个动态的存在。它不是一个摆在那儿不变的奇迹，它既是边界，也是通道，既是军事防线，也是经济动脉。这可能也留给你一个问题去思考，就是这样一个承载了这么多变历史和功能的物质遗产，经历了这么久的建造、废弃、再利用，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，它的真正意义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，又该怎么传承下去呢？如果你在这一段声音中听到了些什么熟悉的感觉，我们很高兴。下一集再见。The Language Year